在我们讨论完距离矢量的路由协议啊，它的这种收敛和泛红的这种机制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台设备只要运行了距离矢量的路由协议，那么它对于网络中任何一个可以到达或者说可以访问的 IP 子网或者叫做 IP 网段来说，它的衡量标准就是第一，往哪边走；第二个，经过几个设备。然后经过的设备越少越好。如果有多个方向啊，多个路径，那么我会选经过设备最少的那个路径去走。这就是距离矢量最基本的一个道理。那么事实上，从这个方式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于 C 来说，它只知道通过 B 可以到达 1.0 这个网络。啊，对于 C 来说，它知道通过 B， 你看 10.1.3.1 嘛，就是这个 B 嘛。通过 B 可以到达最左边的那个 A 的这个 1.0 的网络，然后呢，在这之间要经过2个设备2跳来完成。那么事实上 C 并不知道 B 后边到底是怎么连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消息是由 A 传给了 B， 再由 B 传给了 C。如果后边还有一个 D 的话，如果后边还有一个 D 路由器的话，那么 C 会把这个东西再传递给 D， 它的所有的信息都是这样逐跳去传递的，而且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注意 B 还有这个 C 要是给 D 的话，他们其实在每个传递的过程中都给的并不是原始信息，而是加工过的信息。比如说 A 本来对于这个东西的跳数是0，但是他给 B 的时候，他要告诉你要经过我是1。那么 B 本来看到这个地方到这个网络它的跳数是1，它在给 C 的时候要加工一下，它要加工给它是2。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路由或者说这个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是有被修订的。这是第一。第二，每一台设备所得到的信息都是别人告诉他的信息，别人告诉他什么他就知道什么。别人修改过的，他也没有办法去判定这个东西到底被改对了没有。所以说这种路由呢，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教材上会将之称为依靠传闻来传播的信息，叫做 routing by rumors。rumors 叫做谣言，叫做传闻。比如说最近韩国是吧，各种谣言说泡菜可以防流感，然后大家都去买泡菜。过2天又说什么这个东西可以防流感，就去买。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弄点板蓝根贩到韩国去，这样的话就更好一些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就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你比如说这个 C 对吧？对于 B 来说，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那没办法这个协议就是这样定的。那么这种问题或者说这种东西会有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是一旦你的网络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很有可能造成路由的环路，很有可能造成路由的环路。其实有可能真的是这样有可能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最近韩国人说我们的这个年什么禽流感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板蓝根可以提高免疫力板蓝根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OK。 那么韩国的人呢就大量的买板蓝根以至于国内脱销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呢，等再过一段时间是吧，不知道国内可能又发生了什么 H 几 N 几的这种流感，然后呢，这个时候有韩国朋友说，我们当年呢用板蓝根是比较奏效的。然后这个时候某记者就会说，对吧？经韩国医学证明板蓝根是生效的可以提高抵抗力还是怎么着？事实上这个消息是你发给了韩国人。你发给了你的韩国朋友，然后韩国朋友呢又通过别的韩国人又发回到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这叫做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丢失掉了某些消息，那么造成了信息的环路。信息的环路是很可怕的，包括在我们的网络里面也是一样包括在我们的网络里面也是一样。如果说真的产生了路径的环路或者说信息的环路的风险，那么你的网络中的数据转发一定是有环路的就是既然说你指导数据转发的信息都有环路了，那么你的数据转发是一定会有环路的。
一旦它有了环路，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在网络中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环路。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路由协议如何去防止环路的生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好，我们先来看距离矢量路由协议。你要想知道如何去防止这个事情的发生，你就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比如说如何防止这个韩国这个消息从板蓝根是吧？这个消息又从韩国绕回来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啊，在这个消息之前加一个列表，或者说加一个圆，对吧？就是中国人说板蓝根可以治疗这个一些什么流行性的感冒啊，那就可以了。然后呢，在韩国传的时候，必须不仅仅要把板蓝根可以治疗传出去，然后这还得把中国人说也传出去。这样的话，不管任何一个韩国人啊，在告诉他的中国朋友说这个信息的时候，都说中国人说怎么样，中国人说啊，这是我说的啊，那就算了吧，那我还是问问中国人去吧，啊，回家问问我妈去吧，啊，这事儿就好办了。所以说呢，这个你在环路里边，你一定要有一些机制来避免啊，一定要有机制来避免。首先，我们先来看如何去生成的这个环路啊，在普通的状态下啊，我们看 A、B、C 三台设备，每个设备连接了一个网段啊，那么在这个里边，默认你看 A 和 C 之间也没有连接，对吧？所以说呢 ，A、B、C 的这种网络呢，其实跟刚才我们所判断的这个 A、B、C 的网络是一致的。那只不过可能把链路从以太网改成了这个串行链路啊，这个都没关系，反正什么链路你都得能用。好了，默认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啊，默认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在 C 上面，默认情况下 4.0.0 啊 11.4.0.0 这个网段应该是直连的，应该是0啊，它的开销应该是0，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0。然后呢，在 B 上面 4.0 这个东西呢应该是1啊，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1。可是呢，事有不凑巧，什么情况呢？啊，什么情况啊？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标上啊，接口数默认情况下是0，啊，这个接口呢是 E0，B 呢应该是 S1，它的跳数是1，啊 ，C 呢A 呢应该是 S0，它的跳数是2，啊，最开始的时候 B、C 两跳就过来了嘛。我们现在写的呢是一个最开始的正确的值，然后呢事有不凑巧，不凑巧成什么呢？就是 C 呢。在刚刚更新完这个数据以后啊，这个接口断掉了。由于 C 是周期性的更新，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去更新一次。我们假设这个更新的周期是10秒钟啊，事实上不是。我们假设这个更新的周期是10秒钟，也就是说每10秒钟我更新一次自己的消息。哎，赶巧了 ，C 这台路由器刚刚更新完这个。也就是说，刚刚更新完了以后，我过了1秒钟，我这个端口就断掉了，那它要等9秒钟之后再更新第2次，对吧？马上要等掉了。而可是这个时候，对于 B 来说是这样的 ，B 来说是什么呢 ？B 是它的启动的时间呢，跟 C 呢是有一个岔开的，在 C 更新完以后 ，B 就给它更新。那么 B 呢跟 C 的更新周期呢差2秒，啊，那我们这个时刻可以这么写：以 C 的更新为0秒的话，那么在第1秒钟的时候啊，或者我们来看，以 C 的更新时间为0秒钟，假设呢是一个10秒钟的更新一次，那么在第1秒钟的时候，这个链路断掉了，我画一个叉子啊，写一个 down， 叫做断掉了。然后在第2秒钟的时候 ，B 把更新发过来了。因为他们两个不可能说两个设备完全同时，所以说呢，假设 B 刚刚好比 C 小的时候啊，这个时候 B 就把这个消息发回给 C 了。那么在第2秒钟的时候发回给 C， 好了 ，C 呢现在是看到自己这个 11.4.0 断掉了，所以说它在路由表里面就不会有这个条目了。然后又过了1秒，在第2秒钟的时候 ，B 把这个消息发给 C 了，那么 C 会说：“哎，你看，你发给了我一个我没有的信息，对吧 ？B 原来有4.0 ，B 原来4.0是一跳，
那么 B 发回给 C 的时候，对于 4.0 就变成2跳。对于这个 4.0 来说就是2跳，没有发回给 C。对于 C 来说，由于刚才我这个端口断掉了，所以说呢，我要把这个条目删掉。然后你 B 发给了我一个到达2跳的，那么也就是说，我通过 B 可以到达 4.0 这个网段，开销是2跳，总比没有好啊。我现在是没有啊，总比没有好。所以说 C 会把这个信息加入到自己的路由表里面。从 S0 学到的这个信息，那么下一跳其实是 B 然后2跳，再过一会儿他又把这个东西发给 B 了，2跳加1 B 就变成了3跳。 B 同时呢要把这个东西发给 A， 刚才发给 A 的时候 A 说是2跳，然后 B 在得到3以后B 看 C 已经认为是2了，那么 C 再给 B 的时候就是3了。B 收到以后把自己这个值，你刚才你 C 说是2跳，现在你 C 说是3跳 ，OK 那我就是同一个人跟我说的，对吧？万一涨价了呢？那这个事儿就是3跳了对于这个距离适量的路由协议来说如果是同一个邻居更新给我的，那么你说几就是几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因为是同一个人告诉我的比如说昨天我同学告诉我这个学校门口卖这个东西5块钱一个。今天呢，依然是这个同学因为就是他在门口卖这个，然后他跟我说这个东西6块钱一个。那么同样的信息，对吧？我该信我就信了。所以说呢 ，B 会认为这个3是个正常值，他就会把自己的这个值变成3，把自己的值变成3以后，再告诉 A 的时候，3加1变成了4，那么 A 这儿就是4。其实在这儿还不算完 ，A 是个4，怎么都好说。但是对于 B 和 C 来说，看 B 认为走 C，S1 嘛。接口是 S1， 下一跳是 C。B 认为走 C，C 认为走 B，S0，C 认为走 B。那么他们两个最终的结论是 C 认为走 B，B 认为走 C。再过一会儿 ，B 会把这个4发给这个 C，C 会完成这个。然后 C 再发给 B 的时候是5，B 又改成5，5又改成6，如此往复，一直进行下去。然后C 认为走 B，B 认为走 C， 而 A 呢，无论如何都认为走 B， 甭管多少跳，他都认为走 B。那么真的要说是这个网段里面有一个设备要访问11.4.1.1这个网络里面的一台主机了，那么这个数据会给 A 无论如何多少跳，他都应该走 B， 那就发给 B，B 认为走 C 就走了 C。路由表里面显示走 B， 又还给了 B，B 又认为走 C， 又走了 C。这样子的话，你的数据也会在这个地方转圈。当然，数据转个100多圈，对吧？最多128圈，把这个 TTL 减成255以后，从255减到0以后，这个数据报文被丢弃。然而，在这里边频繁的去转发，浪费了这个线路的带宽，这是。距离矢量的路由协议来说，环路的形成就是这样的，环路的形成就是这样。如何去形成的呢？就是当我刚更新完，我这个东西断掉了，那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环路。好了，环路。那么下边我们来看如何去解决呢？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环路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 B 把 C 告诉他的信息又说回去了，对吧？你告诉我一个消息，我又告诉你了，对吧？或者说我告诉一个韩国人同志韩国朋友呢又把这个消息呢告诉回给我了，而且呢在告回给我的时候做了一个修订，是吧？我告诉他，我说板蓝根可以治疗感冒，他跟我说我们大韩民族认为板蓝根可以治疗感冒。我说这个是韩国人认为的，这个不是我认为的呀。对吧？然后就我们两个都相互认为，其实呢，也不知道谁在说什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其实应该做到的是，如果是 C 给 B 的消息 ，B 不应该通告回去。如果能完成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的线路或者说我们的网络中就能安静好多。因为如果 C 告诉 B 的 B 不会通告回去，那么当 C 断掉的时候 B 在向 C 通告的时候只会通告自己的直连以及 A 这边发给来的信息，而对于 C 给他的信息回不去，那么这事儿就完了。好，下面我们来看
还有一种办法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在 C 和 B 之间啊，在 C 和 B 之间，它们两个会不断的去转 ，B 是3 ，C 是4，C 是2。那么过一会儿呢 ，C 是3了啊 ，C 是4了 ，B 就是5了。然后过一会儿呢 ，C 是6了 ，B 就是7了。如此一直转下去啊，如此一直转下去，这是不合理的。那么首先呢，对于距离矢量的路由协议来说，它设定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定义路由不可达。就是说，你从 A 点到 B 点所经过的设备，或者说这个跳数不能太大，无限制增长是不行的。我们定义，凡是大于等于16的，一个路由条目大于等于16的，我都认为这条路由是不可用的，不能够显示在路由表里。那么也就是说，当你们两个传来传去，传到16的时候， C 或者是 B 就把这条路由删掉了，就把这条路由删掉了。删掉了以后，比如说像这个东西啊，在路由表里面就不会出现了。在路由表里面不会出现，同样 A 也会从 B 收到，那么 A 也不会出现了。大于等于16都不会出现，在路由表里面最大的跳数是15，最大的跳数是15，不是16，16就不能用了。这个是路由协议或者说距离矢量路由协议所定义的第一个东西。当你的路由表里面没有了，我们再来看11.1 这个网段里面要访问它的时候，虽然它断了啊，但是它报文出来的时候，到 A 一看没有这个路由，我们说路由器是有路由就转发，没有路由就不转发，直接丢弃，不会在这儿转来转去了。这是第一个定义路由不可达。这个东西呢，优势在于你不至于一直传下去没完没了，但是它的劣势在于什么呢？你这个跳数定多少合适？我们在这儿呢设定的是16跳，也就是说呢，16个跳数以后我们就认为不可达了。经过16个设备以后，我就认为这个网络是无穷远的，是不可达的。那么这个东西你限定了以后你这个数值越小，你的环路的几率就越小，对吧？你这16，你要设30，你要设个8呢，那在这儿可能绕个4、5圈是吧？就不能用了。你要设16呢，可能得绕个5、6圈、6、7圈这样子。那么对于这个数值如果设的小了，它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看从 C 到 B 再到 A 这个信息如果正常的话， A 应该认为到达 C 是几跳呢？是2跳。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数值设的越小，你的网络就会被限定的越小。你的这个数值设定的越大，那么你的网络就可以被限定的稍微的大一点。比如说16或者说我们说15是最大值，16就不能用了。也就是说，从 A 和 C 或者说我整个的这个网络里边，一共最多可以经过15台路由器，这个网络其实还好，不小了。所以说呢，这个经验看来，这个16跳这个值感觉还是可以的还是没有问题。但是毕竟因为设定了这个，所以说限定了网络的扩展规模。一旦超过15个以上的路由器，网络直径超过15个以上的3层设备，我们就认为 RIP 这个协议或者说距离矢量路由协议都不大合适去用了。这是第一个，定义了路由的不可达。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水平分割，就是别人发过来的信息不要再发回去了不要再发回去了。好像什么呢？首先来看，对于 A 来说 4.0 这个路由是 B 发给我的，那么我在做其他的路由更新的时候， A 就不会把这个路由，注意只有这一个其实呢还有谁呢？还有 3.0 3.0 也是他给我的2.0 呢是我的直连对于 2.0 来说是我的直连。那么这些路由呢我都不发给 B 了，我发给 B 的只有谁呢？我只有这个 1.0， 就是 B 能告诉我 2.0 3.0 和 4.0对于 A 来说 B 能告诉他2、3、4。那么对于 A 来说，我在向 B 通告的时候，我就不通告给你2、3、4这3条路由了，因为你告诉过我了，那你肯定知道，那我就不通告了。那我通告什么呢？我只通告我直连的这个 11.0。 对于 B 来说是一样的对于 B 来说是一样的。这个颜色的这个蓝色的是不通告给 A 的刚好是这2个。为什么？
因为是 A 告诉了我 2.0， 告诉了我 1.0， 那我就知道你有，我就不用往你那边通告。但是这两个是要通告给 A 的，因为这两个你没有 A 没有告诉我，说明你没有，你没有我就要告诉你。然后这两个浅色的这两个是什么呢？这两个是要通告给在这条链路之前没有坏掉的时候，是由 C 通告给 B 的3和4是由 C 给 B 的。那么 B 说你既然给了我这个东西，那你就知道，你知道我就不通告给你，所以说这两个东西是不给 C 的。那么也就是说，不管这条线路断掉没有 ，C 都不会收到从 B 发过来的 4.0 的这个路由了。那么 OK， 那么即便是它断掉 ，C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对于 C 来说呢，凡是 B 告诉我的我都不告诉你，那么对于 C 来说只发送 4.0 的信息给 B。那么一旦这个链路坏掉了，那么这个就没有了这个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就是我什么东西都不能发给 B， 那么好，我就不发了。B 呢 4.0 也不能发给 C， 所以说环路就此破除。这个方式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呢叫做水平分割英文叫做 split horizon。这个东西功能叫做水平分割。对于水平分割来说它的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水平分割的结论是，对于某一台路由器来说，从一个接口收到的消息从这个接口 S1 收到的消息，不会再从这个接口发出去。从一个接口收到的路由条目不会再从这个接口发回去。注意，不是邻居，不是邻居的概念，而是接口的概念。从一个接口收到的信息不会从这个接口发出去不是邻居的概念。好了，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第二个解除环路的办法，叫做水平分割。这个东西还是蛮有用的。在距离矢量的路由协议里边，大部分的端口上默认都是开启水平分割的功能的，就是说这个功能默认就是开的默认就是开的，可以关闭。而对于这个最大数计数来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最大跳数等于16来说，那个是协议规定的，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修改。你记住16等于无穷大，最多在路由表里面出现的条目是15就可以了。